欢迎回到墨石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民主制度这个系列还是值得更新的不过呢，按照计划，我们今天应该聊欧洲的民主了。但是老查今天想插个队，没错，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提前聊一聊，那个地方就是台湾。2024年1月13日，台湾大选开票夜，赖清德当选，北京发声明措辞强硬，华盛顿是发贺电，但同时声明不支持台独。台湾岛内是有人放声庆祝，有人举上骂街。选举本身这个事件没啥好说的，而是第二天早晨全球主要媒体的讨论版同时看出两种完全相反的文章。一种是说台湾的民主再次证明华人的社会完全可以运行民主制度，另一种是说台湾的乱象再次证明民主在华人的世界里制造的麻烦比他解决的还要多。同一场选举同一天，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两种结论都言之凿凿，都有数据，都有历史依据。不过老查的答案是他们可能都对，但是他们讨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老规矩，我们不判断谁对谁错，我们还是只做一件事，把台湾的民主当成一个系统工程来拆解，看看它是怎么从威权的土壤里生长出来，它真正做到了什么，它真正的困境又在哪里。来，让我们进内容。那我们就先把历史还原一下很多人讲台湾民主上来就讲1996年民主直选，讲民主成果，但我们要从更早的地方开始说。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台湾民主是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的，我们就没办法判断它到底是一棵健康的树，还是一棵带着基因缺陷的躯干。1949年，蒋介石带着国民党退到了台湾，我们都知道了，带来的不是民主，而是戒严。1949年到1987年，整整38年。38年是什么概念从1949年到1987年台湾解严的时候，岛上会有一代人从出生到成年到结婚生子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有戒严的台湾。这意味着戒严对他们来说可不是历史而是空气。这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戒严记录之一。这38年里，白色恐怖侵袭意见者，本省精英被系统性的压制，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间存在结构性的权力不对称。所以第一件事要说清楚的就是国民党带来台湾的可绝对不是中华民国的民主理想，而是一套临时专政等待反攻的管理系统。民主可从来不在这套系统的设计里。那后来为什么就转型了呢？很多人的答案是经济发展了，美国施压了，党外努力了。这些都对但都有些潜藏机制。更硬的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这个原本高度保守、强控制、强安全逻辑的政权，最后居然愿意把自己的门给打开？确实，答案不是他突然开朗了，而是他原来那套控制系统开始一根一根失效了。台湾的威权体制在1950年到70年代其实是有效运转的，它能维持靠的是3根柱子。第一根是外部的战争威胁是真的，老共还在对岸，冷战还在，当时戒严可以用国家安全来合理化。第二个是社会还不够复杂，人民穷，媒体少，信息传播能力有限，国家机器还压得住。第三是国民党的政治叙事还能成立，反攻大陆，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这套说法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政治功能。但到了1970年代末，这3根柱子开始一根根松掉了。不是人民突然更爱民主了，而是这个旧系统越来越压不住一个已经变道的台湾社会。我们先讲讲党禁为什么先撑不住。很多人以为民主化不就是因为有几个勇敢的人站出来反抗所以成功了。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真正更重要的是，到了1980年代，党外已经不再只是几个异议人士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地方选举加律师加杂志加教会加家属加志愿者的半组织化系统了。这个局面其实是国民党自己造成的。为了维持有限开放的合法性，国民党早就允许部分增额中央民代选举和地方选举的存在。这本来是威权体制的安全阀，让你发泄一点点，但不让你真正的夺权。但国民党低估了其副作用。这个安全阀等于替反对派亲手培养了地方人脉、选举经验、组织动员能力，还有群众基础。所以到了1986年，民进党都可以直接在党禁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宣布阻挡。重点不只是他们敢，而是国民党这个时候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一抓一分，然后把整件事压回地下了。因为再全面镇压代价太高，国内会炸，国际在盯着，体制内部也未必同意。所以1986年民进党阻挡本质上是一次测试，测试的可不是什么反对派有没有勇气，而是国民党这个100年老党还敢不敢照旧镇压。结果是他没动手，这就意味着党禁在法律上还在，政治上其实已经破了。
后来正式开放党禁，更像是把已经失守的现实写进了制度里。有了这层逻辑之后啊，报禁也同样的逻辑。言论控制靠的是垄断社会的解释权，但台湾到了1980年代，国家已经越来越做不到这一点了。党外的杂志被查禁、被停刊、被没收，但一本被禁，下一本又出来了，一个主编被抓，另一个还继续写。而且社会已经不是1950年代的封闭状态了，大学生更多，留学生更多，海外资讯流入的更多，知识圈更活跃。国家发现啊，它越禁越证明啊，它怕。而舆论呢，已经越来越无法只靠审查来管理了。最后我们再讲讲美国那层啊。老查要在这里说一句比较重的话，美国从来不是台湾的民主老师，更准确的说法是，美国让继续威权变得越来越不划算啊。所以本质上讲起来，它还是一笔交易。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台湾失去了最关键的正式外交保护壳，这反而让台湾更需要美国的非正式支持。而美国对台湾的期待呢，也从单纯的反共堡垒慢慢转变了。它需要台湾是一个东亚的稳定节点，一个资本主义成功样板，一个能跟老共做意识形态对照的展示品。这时候继续高度威权的台湾，在美国那边的宣传价值和政治正当性都会下降。所以美国释放的不是直接命令，而是一个持续的结构性信号。你如果是个更开放的台湾，你呢更容易被保护；你如果是个老式的威权台湾，你很难被包装，我呢也很难保护你了。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外部安全和外贸体系的政权来说这个信号其实非常危险，非常现实啊。最后我们呢就要说到蒋经国本人了。他本人不是民主斗士，也不是纯粹的独裁者，他更像是最后一代还有能力决定体制怎么退场的威权管理者。他面对的台湾社会比以前富，组织比以前强，媒体比以前活，国际环境比以前还敏感，本省级的政治参与诉求比以前还更高。国民党内部也开始知道旧路走不了多久了，所以他们真正面对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不要让这个体制在可控范围内松动，避免它以后以不可控的方式崩掉。1987年的解严本质上就是旧体制在压力下的一次有序的撤退。这不是民主理想的胜利时刻这是一个威权管理者在算清楚账之后选择了代价最小那条路。这套逻辑下来，想必朋友们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就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蒋经国做了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决定，他在解严前2年把一个本省人推上了副总统的位置，那个人就是李登辉。当时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个人事安排会彻底改变台湾政治走向。那这里可能就有朋友会问等等，对岸大陆也是威权一党专政，地盘还比台湾大得多，那按道理应该更容易失控才对，为什么他压得住呢？这个问题问得相当好老查现在给你一个简短的答案。台湾撑不住旧系统，核心原因是整体规模小，开放度高，外部依赖太深。它的社会一旦复杂化，国家机器就很难维持全面的封锁，信息堵不住，组织压不死，国际上又盯得很紧。而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规模大意味着社会复杂化的速度相对分散，其实反而不容易在同一时间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河流压力。而且大陆有一样台湾没有的东西，一套持续更新自身控制技术的国家能力。从单位制到防火墙，从维稳体系到现在的数字治理，这一套系统一直在迭代。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旧政权，它是一个会学习的威权。但这套系统能不能一直有效，它的边界在哪里，代价是什么，这个问题请大家移步老查的另外一个系列节目就是革命党的摸石过河系列，那里面有更全面的讲解。今天我们先把台湾这条线走完。接下来是这一集最值得深挖的一个人，也就是李登辉。在台湾，李登辉现在几乎是民主的象征，分神级别的存在。但老查的频道是没有人神的，所以我们要问一个很少人认真回答的问题：一个被威权体制一手培养出来的人，一个口口声声曾经说自己是中国人，台湾不会忘记中国的那个人，在刚刚接过权力，刚刚清除党内对手大权在握的那一刻，他为什么选择把权力分散出去？这好像不符合权力逻辑的常识。那我们就要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李登辉1988年接任总统时，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本省级总统，但他的出生证明上写的可是日本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出生于日治时代，年轻时候的名字叫岩里正男，还曾经以日本兵的身份参与二战。一个日本人变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统，然后把台湾推向民主化，光是这条人生轨迹就已经比任何政治教科书都要复杂了。所以一个刚拿到全部筹码的人为什么要主动摊牌？老查的分析是
这里面有4层动机在同时运作。第一层，它需要合法性，而合法性只能从台湾本省来。李登辉就是本省人，这反而在一个长期由外省人主导的国民党体制里他的权力基础天生就不稳。党内的外省系老臣不服他，军方不信任他，党机器本来就不是他的。这里有一刀是很少人看清楚的，他在国民党体制内永远是有天花板的。外省系不会真心服一个本省人，无论他爬得多高，所以他唯一能突破这个天花板的方式该怎么操作呢？对了，那就是当然绕过国民党，直接去拥抱台湾社会，而只有直选可以给他这个机会。直选意味着权力来源从党内转移到了选民，选民是谁？就是以本省人为主的台湾社会换句话说，民主化对李登辉来说不只是政治工具，而是他重新定义自己权力来源的唯一路径。他不是在放权，他是在换一个更稳固的权力地基。第二层呢，他看到了历史的单行道了，经济已经跑起来了，中产已经成型，党外运动已经压不住了，美国的压力呢也在那里，这趟列车已经在开了。聪明的驾驶员不会去踩刹车，而是会跑到前面把自己变成司机。这句话呢，老查呢想再重复一遍聪明的驾驶员不会去刹车，而是呢会跑到前面把自己变成司机。李登辉选择主导民主化，可不是被民主化浪潮给推倒。而第三层呢，就是他需要一套新叙事。国民党的反攻大陆到了1990年代已经成了一个政治死局，没有人真的相信了，但谁也不敢第一个说破。李登辉就需要一套新的政治叙事来替代这个已经空洞的旧叙事。台湾民主化给了他这个新叙事，对内可以动员，对外可以获得美国的支持，还可以重新定义国民党存在的意义，完美且契合。第四层也是最冷的一层，他知道如果他不主动管理这个转型也迟早会发生，但那时候就不会是他来定义规则了。与其被动等着体制崩，不如主动设计退场路径，把自己变成这段历史的主角，而不是被历史淘汰那个人。所以李登辉的历史选择不是一个道德故事，更不是一个伟人传奇，它是一个特定约束条件下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者能做出的最优解。他的民主分层是真实历史贡献加上完美的政治时机的结合产物，但那不等于他一开始就是为了民主而民主的。所以李登辉这个人呢，我们没办法用好人或者坏人去定义他，他是一个在极其复杂的约束条件下把每一张牌都打到了最大价值的政治动物。台湾民主今天能站在这里它是关键变量，但如果说它是为了民主而民主，那就是神话，那就不是历史了。用系统语言来说，台湾的民主化不是一场人民觉醒的故事，而是一场旧系统在压力下的有序撤退。它的动力不是理想，而是3根柱子：外部威胁的消退，社会封闭的瓦解，政治叙事的失效。同时松动之后，威权的管理者在算清楚账目之后，选择了代价最小的退场路径。民主可不是被争取来的礼物，而是一个旧体制来管理自身崩溃的工具。好，我们讲完了台湾民主怎么来的，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它真正做到了什么。因为在我们猜问题之前得先承认成绩，不然呢就不是分析，那就是预设结论了。台湾的民主在华人政治史上有几个突破是真实的，可不是宣传。第一件事是政权和平交替。2000年陈水扁胜选，国民党下台，这在华人政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事情不是靠革命，不是靠政变，不是靠枪，不是靠抢，而是靠选票。一个执政50年的政党在投票结束后的第2天收拾东西走人了。大家要知道，在当时这是多么戏剧性开票当晚，国民党内部有人甚至主张不承认选举结果，但最后连战还是出来了，认输了。这个画面放在整个华人政治史里真的是异类，更是一种见证。现在我们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但是放在20世纪东亚政治的血腥背景里，它可一点都不理所当然。而第二件事是威权体制从内部拆解自己，而且没有崩，没有革命，没有内战，没有清算，社会也没有大规模的动荡。这是极少数威权转型案例里能做到软着陆的。很多国家的威权转型都是以某种形式崩溃为代价的，但台湾没有。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威权体制可以在自己还没有死掉的时候主动管理自己的退场。这个经验在政治学里是有非常真实的研究价值的。第三件事是公民社会真的发育起来了。媒体多元是真实的，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其多元本身可是真的。NGO 和社会运动能有效影响政策，这也是真的。2014年太阳花运动，学生占领立法院，最后台湾的政府真的撤回了服贸协议。不管你支不支持这个结果，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一件事，公民的力量在台湾是真实存在的，可不是摆设。司法独立程度
在亚洲绝对处于前列，这些成就是公认的。不过在承认这些成就之后，老查呢必须画一条线。台湾民主的经验能直接复制给谁吗？它能成立是有一份非常具体的前提清单的。先说一些硬条件，人口2300万，不是14亿，地缘有岛屿，外部压力高度集中在同一个方向，外部的保障有美国的安全承诺始终在背后托底。历史的底子是国民党威权时代留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现代行政体系，法院、税务、军队、公务员系统都是现成的。这份清单缺一条，台湾的民主化路径就会长得完全不一样。台湾民主的经验是真实的，但它是一套特定环境配置下的解决方案，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这里我们完全不是贬低台湾的民主成就而是说真正尊重一个经验是理解它的边界条件，而不是把它给神话化。用系统语言来说，台湾民主的真实成就不是民主好不好的证据，而是一份带有严格使用条件的成绩单。它证明了威权可以软着陆，华人社会可以跑选举，公民力量可以真实的运作。但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一份非常具体的前提清单：小规模、岛屿地缘、美国安全托底、现成的行政体系，缺一条路径就会不一样，它的成长也就会完全长得不一样。好，现在成就也讲完了，现在我们就要来问问题了。但老查呢要先说一件事讲台湾民主的问题不等于说台湾民主就失败了，这两件事可不是同一件事。很多人喜欢把台湾民主的乱象直接等号成民主制度不行，这个逻辑呢跳得有点太快了。我们至少要先分清楚哪些问题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结构性缺陷，哪些问题是台湾特有的历史包袱。最先要讲的就是常常被拿出来嘲笑那个画面，也就是立法院打架。这个画面全世界都看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你看台湾人就是这样嘛，民主搞成这个样子。但老查要问一个很冷的问题这个混乱是台湾人的性格问题，还是系统设计的必然产物呢？答案显然是后者。台湾的立法院只有113席，每一席都极其关键，而当时朝野对立的核心是独统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质上没有妥协空间。你不可能说我们今天统一，能不能先统一一半？在这种结构下，每一个议员都知道输掉一次表决可能就是历史性的失败，所以他们要用身体去挡，用拳头去打，用一切方式阻止对方的推进。这不是文明程度的问题，这是零和博弈下理性和非理性行为者的共同合理选择。而且老查要说一个对比英国议员在议会里互相骂，全场哄笑， BBC 还会全程剪辑播出，说这叫绅士辩论文化，是民主活力的表现。台湾议员在立法院互相推搡，媒体放大播放，说这叫民主闹剧，是制度失败的证据。同样的混乱，待遇完全不同，为什么难道只是因为一个有肢体动作，而另外一个是只动口不动手的显得绅士从政治效果而言，其系统性效果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评判标准从一开始就不一样。譬如当今的台湾政局依然有争论和辩论，但基本上已经杜绝动手了。所以看到这些都是过程。这里老查要说一句很冷的话，一个社会能不能容忍政治上的混乱，本身就是民主成熟度的测试。打架的立法院至少还有地方争，而不打架的地方有时候是因为根本不让你争，你连机会都没有。我们再讲讲民粹化台湾其实也有严重的民粹化倾向，政客靠煽情演说动员选民，网络信息战和假新闻横行，独统议题把几乎所有的政策讨论都情绪化了，这些都是真的。但老查要问，这是台湾特有的吗？还是说选举民主化在信息爆炸时代的结构性风险？美国也有特朗普现象也有 QI 用英国也有脱欧公投的谎言机器，印度也有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韩国的政治极化程度可不比台湾更低。民粹化是每一个走向大众选举的民主社会都必须面对的系统性压力。把台湾民主的民粹问题当成民主制度失败的证据，就是把个案普遍化了。说完这些点老查要讲一个真的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个问题比打架比民粹都要更根本。台湾民主真正的困境不是制度选错了，而是用了一套正确的制度去运行了一个本质上尚未解决的身份认同的危机。台湾现在用的宪政体制是中华民国宪法，这也是老查的节目里评论区争论最激烈的一个议题。有的朋友不想承认它，有的朋友不想面对它，有的朋友把它视为瑰宝，矛盾重重。所以老查今天要在这里把这件事一次性说清楚中华民国宪法到底有没有脱离中国框架呢？没有。先讲第一层，
宪法本文从来没有动过。1947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本文至今原封不动，领土条款里隐含的是固有疆域，也就是包含大陆在内的全中国。这个条文从来没有被修改过。再讲第二层，很多朋友会说我们有增修条文，已经把宪法台湾化了。老查呢在这里要澄清一下，增修条文做的事情不是切割，而是冻结。李登辉时代开始的宪法增修处理方式是把某些条文暂时搁置，针对台湾现实另外补充规定，但冻结不等于废除，地基还在，只是暂时不启用。然后我们再讲第三层，也是最关键的一层，为什么不直接改掉呢？不是不想，而是改不了。任何试图正式切割中国框架的修宪动作，都会直接触发两岸关系的法律红线，也同时会失去美国对维持现状的默许。所以这是个宪政困局，不是疏忽，不是懒惰，而是被地缘政治结构性锁死的选择。老查在这里要补一刀而且这一刀呢，很多人没有想过。有的朋友会说你冻结不就是实质上就放弃了吗？中华民国的中国框架已经是历史遗物了。这话呢说早了，冻结这个设计是双向的，它可以朝一个方向走，也就是台湾继续本土化，中华民国的中国框架慢慢被架空，但它也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走，也就是如果哪天两岸局势成熟，拥有了足够的政治条件，这些被冻结的条文是完全可以被解封的。一旦解封，中华民国的法理框架可以重新覆盖整个大陆和台湾，不需要新的建国，不需要重新谈判建国框架，法理基础早就在那里放着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国民党可从来不愿意真的废掉这套宪政框架，因为在他们政治想象里这套框架可不是包袱，而是底牌。所以中华民国宪法这件事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它是一个被刻意保留的双向开放的政治选项。台湾民主就是在这个从来没有定论的宪政地基上运行的，这才是它最深层的结构性困境，这才是台湾民主最深的悲剧。不是制度不好，而是这套制度从第一天起就被要求在一个没有地基的地方上盖楼，盖得再漂亮，风一吹还是会晃。所以当有人说台湾民主是失败案例的时候老查的回答是，大家说的那些乱象很多呢是真的，但我们可能搞错了病因。台湾民主问题不是选错的制度，而是这套制度它必须运行在一个身份认同还没有定论的社会里，这才是台湾独有的历史包袱，它不是民主制度本身的原罪。用系统语言来说，台湾民主真正的结构性困境不是制度选错了，而是地基没有解决。它的宪政框架是一个被刻意冻结的双向选项，它既没有完美的完成台湾化，也没有放弃中国框架，而台湾的民主制度就是在这个没有定论的地基上运行。所以所有的乱象，立法院的冲突，独统的撕裂，民粹的膨胀，本质上都是这个没有解决的身份认同危机的系统性输出。好，我们猜完了台湾民主怎么来的，它做到了什么，它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现在我们就要回到民主之路这个系列的主线问题了。台湾的这个案例能给我们提存出什么模块呢？第一个模块，威权到民主的软着陆路径。台湾证明了一件事，威权体制可以主动管理自己的转型，而不必等到崩溃。蒋经国没有等到被推翻，他选择了有序的撤退。这个主动解压的策略在政治学里是有真实的研究价值的。它告诉我们，体制转型不只有两条路，要么撑到死，要么被革命推倒。还有第三条路，也就是在系统还没有失控之前，由内部主动管理退场。而第二个模块是中产阶级是民主的载体，不是民主的礼物。台湾的民主化是跟着经济起飞走的，不是先有民主才有繁荣，而是先有中产，再有了民主的社会动力。这个顺序非常重要。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制度礼物，它需要一个足够大的中产阶级来承载它，来维持它的日常运作。没有这个载体，民主制度可以有，但跑不稳。第三个模块，外部压力是变量，不是常量。台湾民主能跑起来，美国的安全承诺是重要的结构性条件之一，但这个条件从来不是永久保证的，它会随着美国的战略利益变化而变化。这就提醒了我们任何依赖外部保障才能运行的政治系统都存在着一个隐藏的脆弱性，外部环境一旦改变，系统的稳定性就会受到考验。讲完了这三个模块，老查要说一件在大陆很流行的判断。很多人包括大陆的很多朋友现在持有一个观点，大陆经济发展的这么好，老百姓生活水平在提高，综合国力在上升，既然经济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折腾政治制度呢？这些制度都是手段，结果才是目的，我结果好，手段就没问题。这个判断听起来很务实，
但现实啊要在这里打几拳。第一拳呢是台湾走过这条路了。台湾在1970年代经济腾飞的时候，也有人说过完全一样的话，我们现在经济很好啊，稳定很重要，不要折腾啦。但经济发展本身会改变社会结构，它会创造中产，中产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新的政治诉求会对旧的控制系统产生压力。这里呢也有一个反操作，那就是不让中产做大不就完了吗？我打压中产，逼他们跑路，或者让他们彻底左化，失去独立的政治诉求能力，这样呢确实可以大大延长当下执政政府的寿命。但代价是什么呢？一个没有中产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从哪里来呢？谁来消费，谁来创新，谁来承载经济继续往上走呢？这可是一道没有免费午餐的题目吧。而第二拳其实是老共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这才是很多人啊注意到但没有重视的地方。温家宝在任期间多次公开的谈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他接受 CNN 采访说，我深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这个话说得很重啊。而习近平主席早期也说过，把权力要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党内文件里也出现过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表述。但老查要在这里说一句公道话，这些表态里有多少是真实的政治意图，有多少是镜头语言，有多少是形象管理，我们呢很难从外部完全去判断。领导人说的话和实际体制运行的逻辑不一定是同一件事，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这些话被说出来本身就说明在老共的内部啊，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有人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被公开讨论的，这可不是铁板一块该有的样子。而第三拳，经济成功不是政治制度免于升级的理由，有时候呢反而恰恰相反，经济越成功，社会就越复杂，政治制度面临的升级压力就越大。台湾呢已经走过这条路了，大陆现在走到哪里，老查呢不下结论，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而不是用经济好这3个字呢就盖过去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里啊统一来说了。台湾用了将近40年才从戒严走到今天，这条路上有血有命，有一代人的青春，无论你怎么评价这个结果，这个过程本身值得被认真对待。好，今天啊我们走完了台湾民主这条线啊，回到开场那个画面啊，西方说台湾是亚洲民主最成功的范本，北京说台湾民主乱象丛生，是制度失败的活样本。台湾本地人说我们的民主是用血换来的。老查现在会给大家一个答案，3个人3个方向都没有说错，但他们说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西方看到的是台湾在华人政治史上真实做到的突破，政权和平交替，威权软着陆，公民社会真实发育，这些成就是真的。而北京看到的是台湾民主运行过程中里真实存在的乱象，立法院的混乱，民粹化的政治动员，永无止境的独统内耗，这些问题呢也是真的。而台湾本地人说的是这套制度背后真实的历史代价，美丽岛的血，林家的命，有一代人用他们的身体和生命换来了政治空间，这个代价呢也是真的。但如果我们大家把这3个视角叠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争论的其实不是民主好不好，而他们各自需要台湾民主是什么。西方需要它是成功案例，用来证明民主可以普世；北京需要它是失败案例，用来证明民主不适合华人社会；台湾本地人需要它是自己的故事，用来证明这片土地上的人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3种需要，3种叙事，3种结论。但台湾民主本身比任何一种叙事都要复杂，它既不是教科书，也不是反面教材，它是一个真实的试验，在一个从来没有解决身份认同问题的地基上，带着伤疤还在跑，而那些伤疤比任何课本里的干净案例都更值得认真去读懂它。因为真实世界里的制度从来不是在理想条件下运行的，他们都是在各自的约束里挣扎，各自的包袱里前进。台湾如此，其他地方也如此。最后老查说一句，今天啊我们插队聊了聊台湾，下一集啊我们要离开亚洲回到欧洲，去看看那些欧洲的民主老爷们，他们的系统啊跑了几百年了，不过呢他们最近也遇到了新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让我们下一集接着分解。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记得转发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